大家好，我是 Nick。这些是我这几个星期使用 Kinefinity 最新的 Marvel S35 二代电影机拍摄的一些画面。这部电影机帮助我完成了一些小项目的拍摄，也记录了我最近的生活与许多美好的记忆。Kinefinity 是一个我一直都很希望可以尝试的品牌。现在回看这些拍摄得到画面，我十分享受使用这台机器拍摄的每一个瞬间。那这期视频就是想介绍一下这台电影机以及我长期使用它拍摄后的体验，并且也去适当的与我自己的 Komodo 做一下对比。我十分看重电影机搭载的色彩科学，而 Marvel S35 二代最让我喜欢的地方即是它画面的色彩，是十分自然且美好的色彩科学。这个是我将 Kinefinity Marvel S35 二与我的 Red Komodo 做的色彩对比，使用的是同一颗东正循风镜头，都是用了官方的 LUT 直接去还原。那可以看到 Red 的色彩有着自己的生动且独特的风格，而 Kinefinity 的色彩十分纯粹，体现出了一种生活的淳朴的美。我特别喜欢它，尤其是对肤色的解析，那各有各的特性，各自适用于不同的作品场合。Kinefinity 这样淳朴自然的色彩，我觉得特别适用于像是纪录片或者一些写实风格的叙事作品。值得一说的是，它的伽马曲线也与 ARRI 的 Log C 十分相似，所以可以直接使用 ARRI 的 LUT 来还原。我觉得 Kinefinity 的 LUT 相比会给画面带来更高的对比度，那也会稍微偏绿一些，而用 ARRI 的 LUT 则会更加粉嫩一些，拍摄得到的画面的质感也十分舒服，不会有过锐的数码感，高光的渐进也很柔和，整体的感觉让人看着十分舒适。那不过文件大小也需要去考虑一下，像是我使用 500GB 的 SSD， 如果是拍摄 4444XQ， 还是在拍摄 6K OpenGate 的话，24 FPS 下只能录制14分钟，而且可能是因为固件的问题，机器开机的时候那就没有办法直接更换 SSD， 拔出 SSD 再插回去的时候，机器就没有办法去读取 SSD 了，所以都得关机开机来去更换 SSD。那这个也希望 Kinefinity 后面可以更新一下。不过机器拍摄 4K 没有裁切，所以我一般都是拍摄 4K DCI 或者 UHD， 然后录制 ProRes 4444。24 FPS 下 500GB 的 SSD 存储也可以录制到59分钟，那60 FPS 则可以录制到23分钟。那平时如果是录制 422HQ 格式的话，那也就会更加友好了。再加上 Marvel 是可以使用KineMac Nano 卡体来让用户直接使用第三方 NVMe 2.0 SSD 来录制，那机器录制的存储拓展空间与费用的性价比自然也就上去了，可以十分亲民的价格得到像是2TB 之类的录制存储空间。接着我很看重的地方便是电影机的操控，这又是 Marvel S35 二代让我十分中意的一点。那有许多设计的地方让我觉得 Kinefinity 在设计机器的时候是真的有在为摄影师去着想，有去用心的设计。比方说它承载着与 Red Komodo 一样我最喜欢的方块电影机的外形，在机身上也有许多的Core 20的螺孔，可以让我轻松的去装配所需要的配件并且去更好的设计我的 rig。那不论是装上像是铁头的兔笼去达到我的片场团队拍摄的一种完整的 rig， 或者是可以直接裸机去达到日常拍摄最简单轻便化的装置，那只装上必要的配件就可以十分舒服的轻松的进行手持拍摄。那在机身的右侧也可以看到机身上的许多接口，有 Wi-Fi、Sync、Run-Stop 2个 SDI 换出、Timecode、USB-C 还有 DC 孔。Marvel S35 二代机身上也有官方的Vico 电池板以及 F970 的电池槽。那这个设计可以很方便的像是在片场上使用 Vico 电池的配置，还有日常手持轻装拍摄或者上稳定器的时候去直接可以使用 F970 的电池，这样的设计是十分实用。那机器的上方则有散热以及双频道的 XLR 音频接口，这样子插入麦克风的时候线也不会遮挡到我的操作。这么多的接孔对于实际片场团队拍摄都是十分的实用，并且不得不说这个机器的颜值确实很高。那如果想要得到这些拓展接口或者使用 Vico 电池之类的去达到一样的配置， Komodo 初代就是需要去额外购买对应的拓展配件，以及去花点心思在你的 rig 上。那 Marvel S35 二代这些功能基本上裸机就都可以搞定。那这样子的性价比对比下来， Marvel S35 二代确实良心。机器也有着原生的官方可更换卡口，可以在机器上自由的更换他们的 E、PL、EF 卡口等等之类的。镜头卡口的选择一下子也就多了上去。这些卡口可以使用螺丝拧进机身，确保你的镜头的牢固，也可以保护你的卡口。
比起使用兔笼或者导管去支撑额外凸出来的第三方卡口的设计，那我肯定会更喜欢使用官方的卡口。而且值得一说的是，他们的一卡口还有 P1 卡口都是带触点的，可以去传达镜头啊、光圈之类的信息。一卡口也可以让你在机器上直接去更改你镜头的光圈。这样一来啊，机器整体的兼容性能可以说是十分全面的。Kinefinity 的 P1 卡口与 RED 的 P1 卡口比起来，那价格的差距也是在那里。在机器的左侧有一个小屏幕，可以很直观的查看机器的 ISO、快门角度、帧率之类的信息。在拍摄时候，让 AC 十分方便的去帮忙操控你机器的设定，点击对应的按钮，转动着滚轮就可以更改设定。比起 Komodo 的放在机器上方的会被上手柄挡到的屏幕，在片场上拍摄，我和我的团队肯定都会更喜欢这样子的设计。另外一方面，我也可以使用 Kinefinity 官方自己的触屏屏幕 KineMount 来监看画面，以及直接在屏幕上进行对机器各个设定的控制。那屏幕我收到的是5寸的 KineMount 512屏幕，它有2000尼特的亮度，可以直接使用官方的一根 Kine 视频线来连接机器，不需要用到 SDI 线，也不需要其他任何的供电线或者电池，并且视频线是在机器的前方，不会挡到我的操作以及屏幕或者镜头，会使得机器整体的 rig 简洁很多，也不需要太过担心电线的处理。屏幕也会跟着机器一起开机关机，这个可以极大的提高拍摄的效率。RED 初代的 Komodo 很可惜没有办法跟最新的 Komodo X 或者 Raptor 一样，使用官方的 Small HD DSMC3 屏幕来达到一样的这个功能。如果想要达到一样去使用监看屏幕操作机器，像是使用我的 Small HD Cine 7的屏幕，那就首先需要去额外购买 Small HD 的 RED 的控制配件，连接上 SDI 线，再加上一根8拼的 EXT 控制线。那好处是自然可以使用市场最好以及算是我最喜欢的 Small HD 的屏幕去控制你的 RED 机器，它的 UI 的设计都非常的好。那坏处就是需要多花钱，那以及多花点心思在 rig 的电线的管理上。那在屏幕上有十分清晰和全面的对相机的各个配置的信息，并且可以直接触屏来进行设置。不过这个屏幕的触屏的 UI 会有很大的卡顿，点击可以，那触屏滑动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进行细微的操作。我十分希望 Kinefinity 后期可以使用固件来修复这个问题，要不然现在我基本上就是假装它没有这个触屏功能，只会用屏幕左边的滚轮或者机械左侧的转盘来进行设置。在滚轮的下方有2个快捷键，点击1是出来直方图，长按1是尾色，点击2是放大，长按2是使用对焦峰值。那这个又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设计。不过在使用对焦峰值的时候，它屏幕会将菜单之类的这些线条全部勾起来，那看着就会有点难受。我也希望可以多加一个更改对焦峰值颜色之类的功能设置。在机器上长按这个1按钮，也可以到快捷菜单看到事先设定好的拍摄的配置，这样子就可以快速切换帧率或者编码之类的，在实际拍摄的时候也可以提高你的效率。那点击屏幕的左上方的按钮或者机器左侧的菜单键，屏幕就可以进入它的主菜单。那有切换录制编码、录制分辨率之类的很多的功能。我很喜欢它可以拍摄 6K OpenGate 的格式，并且机器自己也有许多的变宽的裁切， 1.33 1.5 2倍这些都有。所以这台机器可以说是对于拍摄变宽镜头是非常的友好的。屏幕菜单里还可以开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工具，指示框、斑马线、参考白平衡，可以有不同设定的波形图之类的，还有一些十分巧妙的一些实用功能，像是我很喜欢的屏幕自带的水平仪，那也可以去更换你的色温列表，精简就是可以在常见的色温中选择，那去更换色温的时候也可以更快速，或者也可以去选择完整的色温列表去进行精调。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去选择使用快门角度或者快门时间，也可以选择使用 ISO 或者 EI 的感光模式。那在使用 ISO 的时候，也可以去调节你的高光档位，去调整你的动态范围。那这也是一个十分有意思且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那可以看到它的官方屏幕已经有着许多不错的很实用的工具。不过它屏幕的 UI 的设计还有面板的质量，自然还是没有办法去Small HD 抗衡。不过当然日常的拍摄或者去看你的构图之类的，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它最大的优势呢，还是在它的价格的性价比以及可以直接操控它的相机上面。那总体来说啊，我觉得这款电影机最大的卖点就是它极高的性价比以及非常舒服，我非常喜欢的色彩科学。那在同价位与其他机器相比，它该有的原生接口都有，也能够拍摄 Open Gate， 拍摄高帧率。它对这个变宽镜头的拍摄也非常友好。那我现在最希望 Kinefinity 做的是可以更新他们的电子 ND PL 卡口，因为现在好像原版的美国官网都显示没有货，这样子就可以为这台机器加上内置 ND。它 Marvel S35 二代旁边的操控屏幕上其实是有一个 ND 按钮的，所以希望在以后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按钮去达到设置 ND 的这个功能。因为 Red 的 ND PL 卡口现在基本上是我拍摄必备的配件，非常非常实用。不过真的很贵。当然，机器的短板就是它会有一些瑕疵的固件问题存在，使得机器的稳定性没有 Red 那么高。当然 Kinefinity 也一直在有推出新的固件来升级机器，就像最新的固件升级便加快了它机器的开机时间。当我使用这台机器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机器的一体化以及它的拍摄的效率，那还有就是它拍出来必定好看的画面的色彩。那也使得这台机器成为我这段时间内最频繁使用拍摄的一台机器。好了，那我希望这期视频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帮助。我是 Nick， 我们下期再见。